谁呀？回公主殿下，德妃来了。哦吼，搞笑女来了。玉兰抱着她进到凤栖公主殿，刚进门就见一个女子风风火火的朝她冲过来。风风火火的像什么样子？吓到花儿了。公主睡醒了，快让臣妾抱抱。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味，德妃没忍住将头埋在袁清化怀里，猛吸一口。美女，你冷静一点啦！你在干什么？这动作咋跟那种变态主人吸猫一样呢？德妃将头抬起，满足地勾起嘴角，抱着她坐回尹明师旁边的位置，继续说着刚才聊的话题。梁美人的父亲入狱了，听说皇上大怒，如今梁美人也受到牵连，被关到冷宫，暂时关押。啥？梁美人被抓了？为什么？她干啥了？听说皇上查出来，害她染上10亿的就是梁美人送来的东西，又在梁美人那里搜出来没有烧完的纸的碎渣，如今正在查呢。把女主未来的娘亲逮起来了，这样宫里的潜在危险就没有了，娘亲也就安全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爹爹好样的。德妃妹妹，你待得够久了，一会本宫还要处理宫中事宜，便不留妹妹了。没事，皇后娘娘日理万机，想来没有时间陪小公主，不妨将公主给臣妾，待皇后娘娘忙完，再给您送回来。尹明师微笑地看着德妃没说话，德妃瞬间蔫了，不情不愿地起身给尹明师道了声告退之后，拂袖离去。感谢美女姐姐救命，我还以为我要挂了呢，差点给我勒死，这热情还真挺让人无助的。皇上驾到！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齐明帝伸出大手放到尹明师面前，尹明师轻轻将手搭在齐明帝手上，任由他将他扶起来。好，我不应该在屋里，我应该在屋顶。玉兰姐姐，我们打扰到两人了，快出去。皇上和娘娘都在屋里，这个时候要不要听公主的呢？齐明帝手握拳抵在唇边，轻咳一声，踱步走到袁清化面前。明日清早朕来接画儿。清早是早朝前还是早朝后？他其实心里是不想让袁清化去上早朝的，太过引人注目，如今画还小，他怕有歹人下手。不知皇上什么时辰来呢？臣妾好提前做准备。早朝后，早朝后，早朝后，青天大老爷呀，听听我的话吧，早朝后啊。明日清晨早朝前朕来接。皇上，抱画儿上朝恐怕不妥，画儿如今马上就2岁了，恐怕前朝议论。无妨，画儿还小，难道朕还需害怕画儿会反吗？画儿才多大？我要是连个孩子都怕，让旁人知道还不孝道大雅。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我说的明明是怕画儿被人议论。画儿如今才多大，小年纪被人背后说闲话，太可怜了，想想就心疼。议论咋议论？上折子吗？还是娘亲担心我被人背后议论呢？如果是背后议论，那就不用担心了。做演员的谁没经历过网暴恶评呢？黑子开骂，我睡觉，黑子气得咬牙切齿，我睡醒，感谢大哥送来热度。黑红也是红啊，死哥。行，这新声听了，但又没完全听，压根没听懂几个词。齐明帝沉默了，脑中将朝堂里熟悉的不熟悉的大臣们全部回想一遍，也没找出一个叫死哥的人。袁清化自从10亿结束以后，过完年齐明帝开工便每天带着袁清化。可怜我小年纪便过上了早8晚5的社畜生活。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就是不是很想活，又不是太敢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不对劲，平常这个时候我估计都在御书房手撕奏折了，今天咋还没动静呢？刚想到这，外面传出声响，玉兰走了进来。叽叽报，殿下醒了，用完膳可以去放风筝了。风筝要放风筝了。袁清化被玉兰抱着来到尹明师寝宫，便看到袁明义和袁明九还有丽嫔、德妃都在呢。哦吼，好多人呢！这个时候嫔妃应该都请过安了吧？今日哥哥带你去放风筝，这还是九弟的主意。袁清化根据袁明义的话，转头看向袁明九。皇妹，妈耶，这是谁家的纯情豹哎？耳朵都红了，脸皮好薄啊，就爱欺负这样的。今日就有狼妹妹了，一会本宫让玉兰和鱼鳞跟着。臣妾定会好生看顾小公主。皇后娘娘好生偏心，怎么不让臣妾看顾公主？娘娘不信任臣妾。我信不信任你，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义儿，要多注意安全，不要去池塘边。儿臣谨遵母后教诲。去吧，早些回来。
够够够，我们一起去郊游，一起手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放风筝呜，我上辈子还没放过风筝呢。小时候在孤儿院，成年了进娱乐圈，得好好注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袁明义带着袁清化来到御花园，到了一处凉亭下停了下来。就这呀，在这放风筝，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谁家好人放风筝在家里放啊？不得找个辽阔的草原，没有草原鸟语花香的田野也行啊。袁明义瞧着他这副小模样，被逗得发笑，正打算开口解释一下。看看，本宫说的对吧？在宫里放什么风筝？要放风筝，当然要挑一个风水宝地。可不是吗？还得是搞笑女最懂我，在宫里放啥风筝啊？万一挂树上，谁去取呀？想到这袁清化余光突然扫到正挂在树上的叶明和叶一，还那万一掉在河里呢？宿主，你要放风筝吗？我帮你拖着。哎，行吧，这个时候就不挑剔了，能玩就行。花儿，下次哥哥带你出宫玩好不好？今日可不行。公主，你会不会放风筝啊？娘带你去放风筝吧。我年纪小，你可别骗我，你能是我姨娘吗？臭不要脸！好话，随本宫去放风筝吧。袁清化矜持的点点头，跟着德妃走到空地上。皇妹快来，风筝已经弄好喽！来喽来喽，我来喽！哦吼，这次出来放风筝真是血赚呐！袁明九的信任值上升到38了，可是真不容易呀。皇上，萧将军在御书房外候着了。萧将军来干嘛？怪不得男主也在宫内呢，合着萧将军进宫了。之前好像没见过这号人。让他进来吧。苏全服下去，将萧将军带进来。臣参见皇上，臣拜见太子殿下、公主殿下。将军多礼了，事情可办妥了。齐明帝说完，下意识看向袁清化，他有些好奇袁清化会怎么点评萧将军。之前齐明帝为了能认清哪些人能用，曾带着袁清化去辨认，之后抓出来不少贪官呢。到现在百姓们还在城中赞扬袁清化之名。这就是平白无故给人家养了10多年儿子的大冤种将军。可不是嘛，就是他。是，臣已经安排妥当了。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呢？齐明只有2位将军能当大任，郑国大将军白将军适合打仗，属于那种有策略但不多，纯靠一身武力。齐明帝听袁清化开始分析了，不经意地直起腰板，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一时没有回复萧将军。而萧将军则是走战术和策略的，是个有脑子且忠心的，最后在保护爹爹的时候殒命，甚至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替别人养儿子。哎，真是命苦的人啊！可送出城了。袁清化闻言猛地一激灵，回头望齐明帝，忍不住的好奇。哥哥今天好像说过今日不能出城，城中今天咋了？发生什么事了？展开说说。齐明帝无奈，女儿这八卦的小模样真挺磨人的。臣派副将一路随着齐王殿下的人马，如今已经出城了。齐王走了，他还没达到目的呢。袁娇娇都还没进宫，怎么走了？在边城附近旷野排查到的人马，已经在扣押回京的路上，不日便到。娘嘞，你咋知道边城养兵马了呢？这是人的脑子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我的天老爷！齐明帝被夸的心中瞬间膨胀起来，他不仅知道边城被人养了兵马，他还知道是齐王的呢。他曾派太医去支援边城，结果从里面抓出来2名细作，那2名细作一口咬定是皇后派他们去的，齐明帝便有些多疑了。皇后长居后宫，却总有人将脏水泼在她身上，仿佛一心想置她于死地，又联合袁清化吐露齐王想要将袁娇娇养入宫内，便猜到恐怕皇后生花时难产，就有齐王的手笔。齐王的字齐明帝可是认识的，毕竟齐王的字还是齐明帝父皇手把手教的。既然他已经知道齐王的狼子野心，他有所防备，铲除是早晚的事。爹爹能抓住兵马，不会心里也开始怀疑齐王了吧？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用的计谋基本都靠袁娇娇，按理说派人也查不出来呀。齐明帝身子一顿，靠谁？齐王家里那个奶娃娃。宿主咋啦？怎么一会激动一会垂头丧气的样子？你说女主走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宿主，他走了就没人搞幺蛾子，回头就算是有啥事，也不会像这次11一样，你就可以专心搞别的，暗中努力，惊艳所有人。袁清化点点头，说得很有道理，之后的事情再说吧。萧将军见气氛冷下来了，没有人说话，他疑惑的目光看看袁明义，又看看齐明帝，最后定格在袁清化身上，看着看着，脸上忍不住浮现出姨母笑来。卧槽，你干什么？收起你的嘴脸来，娘嘞，青天白日的撞鬼了。还有何事吗？启禀皇上，大皇子来到军营找臣，说想要送齐王，只送到边城外，臣便答应了。齐明帝闻言，眉头微微蹙起，他有些不喜，自己的儿子跟疑似要将他拉下位的对家关系好，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朕知道了，那便去吧，派人保护好大皇子。萧将军恭敬应是，随后便告退去安排了。袁清化突然听到大皇子，还在脑子里纠结这人是谁。大皇子就是喜欢偷女生肚兜，还把错误都推到太子身上的那个。不能让大皇子去，他会和齐王联手，那爹爹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给别人做嫁衣了。齐明帝闻言，眉头紧紧锁起，冷冷勾起唇角，周边赫然开始散发出危险的气息。他养的好儿子一个个都巴不得他赶紧死，好给他们让位是吧？我的乖乖，皇上脸黑的怪吓人的，刚刚也没人说话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皇子喜欢袁娇娇，这段禁忌之恋真的是当初看的时候就一个脑袋两个大。人家古代虽然流行近亲结婚，但也没有这么近的好吗？那叫表亲，表亲呐，说白了其实是外祖那边的亲戚。你这倒好，直接是堂亲。大皇子咋说的来着？好像是我对你的爱无关血缘，无关地位，不为风言风语，只想和你携手其间啊！要不是我生物科学的好，差点也被感动了呢。要不是我生物科学的好，差点也被感动了呢。现在想想，这不妥妥一大普信男吗？说的比唱的好听，这要是传出去，袁娇娇名声就毁了。总归最后袁娇娇没有看上他，只是利用他的身份为自己拉拢在朝堂上能用到的大臣。齐明帝还等着袁清化后续呢，低头就见他正看着前方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无奈扶额，女儿这说话说一半的毛病，实在是让人心瘙痒。花儿，今日累了吧？爹爹抱你回去。带到了凤栖宫，齐明帝走进殿内，瞧见殿内的人，脚步猛地一顿。如果他知道德妃在的话，他一定不会选择亲自送袁清化回来。这德妃刚入宫的时候，搅得后宫鸡犬不宁，鸡飞狗跳的，让齐明帝记忆犹深。现在见到德妃，就形成一种生理反应，看到他就头疼。朕送花儿回来。谢皇上了，皇上可用过膳了。朕吃过了，御书房还有些政务，便不留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没吃，也得说吃了。如果被留下来跟德妃吃饭，他怕他被气得近几日都不用膳了。说完，步子飞快地转身就走，背影颇有落荒而逃的意思。德妃见皇上走了，恭送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袁清化。袁清化这个时候已经失去意识，四仰八叉地被玉兰放在床上，唇角发出晶莹的光，可以说形象全无。皇后娘娘，免谈。皇后娘娘，将公主抱给臣妾养吧，就今日一晚。不行，德妃你没有养过孩子，让本宫如何放得下心？臣妾定然好生照顾公主。皇后娘娘不相信的话，就让公主贴身宫女和玉兰姑姑跟着，臣妾不介意，非常欢迎皇后娘娘的人光临。你还真会说话，不怕我派人大半夜给你喂哑药吗？袁明义站在一旁，没有帮德妃说话，也没有出言阻止，因为今日相处下来，瞧见德妃是真的喜爱妹妹。让叶明跟着。当然当然，全凭皇后娘娘做主。你可定要照顾好公主。那是自然，臣妾就先不打扰皇后娘娘了，先行回宫。尹明师目光担忧地望着袁清化，缓慢点点头。德妃见尹明师点头，赶忙抬脚离去，动作之快，生怕慢一步尹明师反悔再给要回去。哦吼，这一觉睡的身子都酥了，果然运动有助于睡眠，嘿嘿。袁清化懒懒地伸了个懒腰，睁开眼就见到一张大脸，在距离他特别近的地方，整张脸浓妆艳抹的，还带着奸笑。我操，有鬼！狗蛋，你会不会驱鬼？救命！求求了，那些小说里的修仙大佬，快来救我小命啊！屋内光线有些暗，德妃如今逆着光凑在袁清化面前，她完全认不出眼前的人是谁。我还那么年轻，大姐，我错了，我都给你，我钱全都给你。玉兰听到袁清化的惊叫声，直接破门而入。嘿嘿嘿，公主别怕，
是德妃姨娘呀。哎呀，我的亲娘，吓死我了，还以为撞鬼了。袁清化环顾四周，这一看不要紧，差点被吓晕过去。快告诉我，我不在德妃宫中，你快说玉兰姐姐。公主殿下，如今是在德妃娘娘宫中呢。说完忍不住补充一句，仅此一晚。啊，我不明白，娘亲居然同意了。这个时候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一声。御膳房给公主准备的膳食怎么样了？回德妃娘娘的话，奴婢已经派人取来，在小厨房温着呢。德妃点点头，抱着她抬脚走出去，等吃完饭，她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听说小孩子睡前都是要听安睡故事的，她找来那么多话本子，想必定会让公主满意。不行了，吃不下了，再吃要吐了。德妃娘娘，公主吃不下了，晚上吃那么多会积食的。才吃这样少，怎么会积食呢？娘娘，公主如今还小，食量没有那么大，如今吃这些已经不算少了，再吃该肚子疼了。对，没错，你可别再喂了，我真的要吐了。我要是难受，你可别怪我碰瓷。撤了吧。德妃抱着袁清化就要入寝室，她招呼玉兰伺候袁清化沐浴，自己也哼着小曲去沐浴，为晚上做准备。德妃洗漱好之后，回到寝室就见到袁清化已经洗漱完毕，坐在婴儿床上呆萌地等着她呢。狗蛋，我刚刚叫你，你没听见吗？哼，听见了。宿主说有鬼，我就查看整个屋子，除了宿主就是德妃，也没有鬼呀。那你为啥不出声？确定没有危险之后，我就回去了。抱歉了哦，我困得忘记了。咋办？我在德妃这挨。我知道呀，宿主娘亲答应的吗？不可能，你听错了吧？谁答应？娘亲都不可能答应。是你娘亲答应的。德妃没什么不好的，有钱有武力，有她做姨娘不好吗？好啥呀？她那猛地往我怀里一拱，然后猛吸，妥妥一大变态呀！德妃陪嫁的还有各种商铺宅子，和德妃关系铁没啥坏处。宿主放宽心，如果她想做啥，我一定冲出来保护你，放心。我先回去睡了。袁清化脑中思索着狗蛋的话，德妃和亲有陪嫁的商铺和宅子，肯定是他们国家的，不是齐民的。搞好关系，骗德妃低价租给他，回头做生意，直接走上国际渠道。袁清化转头就和德妃猝不及防对视上了。来吧，小金子，冲向我的怀抱吧！不要犹豫，不要拒绝，我会对你负责的。你这床太小了，不如我那床大，今晚睡姨娘的床吧。为了小金子，他忍。袁清化表情严肃的，好像参加了什么国际会议。陈静点点头，铺了好几层软垫，不会硬的。我们来讲安睡故事吧。时间很快到了后半夜，德妃画本子读到一半，花儿怎么睡着了？我还没讲完呢。麻了，我麻了。安睡故事不就是让人听了好睡觉的吗？你把我叫起来是闹哪样？还有，谁家好人读睡眠故事，选画本子来读啊？那以你的场景，是我这么小的孩子能听的。霸道世子强制爱，小狐精爱上清汤寡水小和尚，还有邪魅皇子恋上重臣家庶女。救命！我现在一点想哄骗德妃的想法都没有了，这人完全就是一个颠婆。第二天大清早，袁清化被德妃叫起来，眼都没睁的被德妃亲眼哄着吃了个蒸蛋，又被灌下一碗牛奶，这才接着继续睡去。等再次醒来，已经日上三竿了。回德妃娘娘，我家娘娘已经催过很多次了，公主还没有睡醒吗？花儿还没有醒，她如今还是长个子的时候，不睡够怎么行？我睡不醒，托谁的福？见过脸皮厚的，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呢。殿下睡醒了，花儿睡醒了，可要用膳。德妃娘娘，皇后娘娘已经备好膳食，在等公主殿下了，奴婢告退。玉兰急忙恭敬的行礼，抱着袁清化扭头就走，步子走得飞快。美女，别送了，我们不合适。我谢谢你昨晚的款待，下次不来了。玉兰抱着袁清化在距离凤栖宫很近的公道上，突然碰到了怒气冲冲身后一堆工人的以名师，仿佛黑社会老大带着一群小弟去约架的阵势。我操，这凶狠绝厉的是我那温婉娘亲。就过了一夜，谁给我娘亲调包了？娘亲干啥去？找人干架去吗？人设崩了。花儿回来了，快随母后回宫里去。如今在外面不能不讲规矩，回宫再说吧。花儿在德妃那里受委屈了。倒不是，她照顾我挺好的，就是这人吧，精神状态堪忧啊。娘娘，太子殿下来了，进来吧。袁明义进到凤栖宫正殿内，便将周边跟着伺候的工人全部打发下去，连皇后身边的大宫女玉兰玉菊都没留。义儿，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家人们，谁懂啊？刚睡醒就有新鲜的瓜往我脸上拍，这种感觉很幸福有木有？可在华人基因里的爱凑热闹要崛起了。回母后的话，郑国大将军找到臣，想求母后一道懿旨。尹明师沉思一瞬，抬头让袁明义掀起来。为啥要懿旨？难道郑国大将军要分家？结果那老妖婆用孝道绑架郑国大将军，需要娘亲帮忙吗？袁明义惊讶妹妹的聪明，竟能想到这一层。他简单将情况叙述一遍，可以说跟袁清化猜想的基本一样。什么玩意？分家可以，但是郑国大将军一家4口净身出户，好大的脸，几个菜呀给喝成这样，快扔到湖里醒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白侯府应该历代从文吧，只出了白将军这一个反骨从武。众所周知，文官不如武官有钱，整个家里靠着白将军在外杀敌薅皇家羊毛，现在见人家非得分家了，就开始惦记别人的东西，还用命威胁呢，说啥不同意就一头撞死在这，去找老侯爷去，你去，你不去我都看不起你，真想一个滑铲铲飞他！哼！求的是什么懿旨？郑国大将军说，白爷小姐虽然年纪小，性子未定还不出众，但胜在和画同岁。说到这，他顿了下，紧接着说道：郑国大将军的意思是想求母后庇护白爷小姐，而白夫人的意思是想请母后下懿旨，指明要白爷作为妹妹的伴读。尹明师点头，这么说的话，他便了然了。嗨，白夫人是个有脑子的，娘亲下了这个旨，指定要白爷满了年纪之后进宫，想必那老妖婆也不敢怎么样，毕竟口谕和懿旨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大程度上保护了白爷。这懿旨不是不可以下，只是没有和皇上商量一下，便随便下了懿旨，将大臣家嫡女要来做公主伴读，多少有点不合规矩。娘娘，苏公公来了，请苏公公进来。苏全福带着他的徒弟小东子前来，小东子手上还捧着一道金黄色的圣旨。尹明师以为是皇上给他下的圣旨，赶忙站起身就要跪下接旨。皇后娘娘不可，皇上这道圣旨不是给您的。不是给我的，那送我这来干嘛？回娘娘的话，皇上知晓郑国大将军的打算，便下了2道圣旨，其一是封白夫人，由于白夫人胜仗有功，边成就数人性命，皇上颇为动容，特此封为一品高命夫人。这其二是命郑国大将军之女白耶，年满5岁进宫为韶华公主伴读。苏全福迎着3人震惊的眼神，从怀里掏出第3道圣旨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所出嫡公主袁清化，心地善良，其性纯粹，抗议之事功不可没，特封为韶华公主，钦此。臣妾代公主谢皇上。恭喜娘娘，恭喜公主殿下。恭喜皇后娘娘，恭喜公主殿下。白耶小姐那边皇后娘娘不必忧心，奴才这就去传旨。苏全福目光转向袁清化，冲他友善地笑了下。奴才告退。我有封号了，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入职了，是不是有工资了？每个月给我份例不？这不得比普通公主要多好多吗？尹明师听到他的心声，这才回过神来，和袁明义对视一眼，两人都对袁清化这小财迷的属性感到好笑。天气越来越暖和，袁清化在凤栖宫内迎来了3周岁的生日。由于时役刚过没几个月，实在不适合大办，便只在凤栖宫办了一场小型家宴。瑞王依次送来2箱金子，这次连花样都没有，直接就是2大箱金子。我乐个豆，这得多有钱呐！这瑞王家里干啥的？你皇祖母的外祖母家中是商户，富可敌国，所以你皇叔当然有钱了。你皇叔惯是会摸人喜好的呢，直接送来2大箱金子，花儿开心吗？我爱皇叔，等等，从外祖母家是商户，那我回头做生意是不是容易点了？这一眨眼就长这么大了，我得好好想想干点啥。人家川叔都开奶茶店、小饰品店，宿主要不你也开一个？袁清化之前想过这个问题，可奶茶店好是好，可他不会呀。女儿这意思是想从商，自古以来有公主从商的吗？就算有，300年的记载也没有多少了。我会拍戏，我懂剧本，我懂剧情。所以呢？剧本杀、密室。我嘞个乖乖，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封建年代有剧本杀和密室，你觉得合理吗？彩妆护肤品也搞起来，女生嘛，总是爱美的，价位不同，争取平价高端一把抓。狗蛋疑惑了，不明白袁清化这么努力赚钱是因为啥？
结果他刚问出口，就被袁清化赏了个白眼。他瞬间懂了，嗨，还不是系统的东西太贵了吗？原文中说的是之前的宝月阁阁主在齐明10年初夏头几日不幸遇难，现在不就是初夏吗？宝月阁非常大，一共3层，生意还算是可以，不过里面都是高端商品，根本不是百姓们能踏足的。袁清化乐得大手一挥，小孩子才做选择，他都要。宝月阁阁主，你先别死，等我来呀，等我救你，用你的阁再来以身相许，哈哈哈哈。尹明师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一跳，什么宝月阁？是之前叶儿带着画去逛的那个首饰店吗？娘亲，出宫完。母后，儿臣带着画去。说到这，又怕尹明师拒绝似的，连忙补充一句：晚膳前回来。去吧，早些回来，注意安全。叶明，不用暗中保护了，就跟在公主身边。罢了，花儿跟普通孩子不同，向来是个有主意的，想必是有什么事定要出宫呢。袁清化被袁明一抱着走出凤栖宫，小手指着前方，走，报复小分队出动，救阁主，夺店铺。阿嚏，让宝月阁以身相许。你怎么知道就这几天呢？看过原文呢，文中就这么写的。不过古代表达日期的方式还挺绕的，我没记住。总之就是这2天吧。你还别说，好久没有玩密室，回头做一个让富家子弟小姐们玩，然后做个鬼屋开放给百姓们，每周固定1天免费开放。袁明义抱着袁清化坐在马车上，感觉他似乎在烦恼些什么。突然马车外响起震耳欲聋的惨叫声。啥玩意？马车压到什么了吗？停车。袁明义抱着袁清化下车，就见周边一片都是一个个毛茸茸的小身体蜷缩在那里。呵，光天化日之下虐杀小动物，好家伙了！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虐杀小动物的。袁清化他回头看着叶明，一手指着前面那群对着动物们大打出手的人们。打喜特们 ，TI 目的的虐小动物的人该打。叶明得了袁清化的命令，当即飞身上前和那群人打了起来。奶奶的，谁等我一脚哦！你敢打我？我爹都没这么打过我，我看你是活腻了。下一秒，他呈现出完美的抛物线飞了出去。哥，发侠，壮士，我没骂您，高抬贵手，别打我。干啥玩意呢？现在知道怕了，我去！大侠饶命啊！小的不敢了，求大侠饶命啊！为何在这里殴打动物？贵人，您说的是那些小畜生？你是在说后面那群可爱的小狗狗们，还是在自我介绍呢？气死我了！哼！这些狗都是流浪狗。曾经跟着难民过来的，去农户中偷鸡偷鱼，所以大家伙就把他们抓到这里，任他们自生自灭。哦吼，这么说这些狗都是无主的？袁明义听着妹妹的话，心中不禁想，难道妹妹想养狗？我就是今天偷懒没有去地里干活，被我爹骂得很难听，就出来想找地方撒气。贵人，我真没做伤害旁人的事儿。我也是，我就是忘记给娘亲买糕点，直接被淋了一盆冷水，这才想着出来躲躲。好家伙，这一个个的说的还挺可怜的，但是抬头仰望45度角，眼泪就不会掉下来，这都不知道吗？下不为例，走吧。哎，我们这就走，立马走。几个人手脚并用的爬起来，逃命般的跑走了。妈耶，雪橇三傻，那白花花身上有血迹的，虽然有点脏，但仔细看还是有点二傻萨摩耶的样子呢。这愚蠢的小眼神 ，mother 想笑。宿主，你不是想弄快递吗？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袁清化和狗蛋对视一眼，雪橇犬，顾名思义，它是拉雪橇的，运动量是狗界顶峰，送个快递应该是没啥的吧？狗狗，我想要狗狗，好哥哥。宫内养不了这么多，哥哥先派人将他们清理干净，处理下伤口，回去禀报给父皇。如今先将他们安置在宫外，可以吗？嘿嘿，没关系，反正回去跟爹爹说，爹爹肯定会同意。别问就是我懂他。袁明义一行人来到宝月阁门口，他察觉到有些不对，没有抱着袁清化下车，先打开马车车窗看向外面。我乐个逗，别跟我说来晚了，怎么关门了？这才什么时候啊？宝月阁关门不太可能啊，不会真出事了吧？就不能等我一下吗？叶一，让你们盯着的人呢？依太子殿下之命，不得插手，属下故而全程盯着。宝月阁如今关门没到1刻钟，要追吗？火速去追！说完便关上了窗户，
将袁清化的小脑袋按在怀里。如今宝月阁关门甚早，颇有蹊跷，最近闹流寇比较严重，哥哥得去看一下。一会儿画儿听话，乖乖的和叶明待在马车里好不好？袁清化转头笑眯眯地看着袁明义，乖巧点头，一副乖孩子的样。说的有道理，至于听不听，看情况吧。很快，周边的楼房逐渐稀少，到了人迹稀少的郊外。这是哪？没听见打斗的声音呢？不是说在暴乱中意外重伤的吗？啥动静也没有啊。宿主，你能看见不远的那个小土屋吗？能看见呢，这小土屋一看就没有人住。宝月阁掌柜的在里面吗？这会儿叶一已经禀报完，转身离去。宝月阁掌柜的就在前方不远处，画儿跟叶明待在一起，乖乖的不要乱跑。知道了，蝈蝈。他悄咪咪给狗蛋一个眼神，狗蛋明白了他的意思，转头飞出窗外，一溜烟不见了。袁明义跳下马车，带着人朝着小土屋走去。叶明，追！这真的是我全部身家，求求好汉高抬贵手，放了我夫人孩子吧！惹了我们世子还想走？这些钱呢，狗啊，你不是还有个铺子吗？我看你也没多重视你的夫人孩子，连这点牺牲都不敢，是断手还是断脚呢？你说你家孩子断手断脚后还能活着吗？如今才3岁吧，可怜见的，喊着要找爹呢。铺子地契带来了，我带来了，别动他！你这是什么态度？还有好好的去给我们袁世子道歉，不然有你好看的。好汉饶命啊！我家小女如今才年12，还未及呀，求好汉饶命！给我打！软硬不吃的东西！袁世子能看上你家女儿，是你家祖坟冒青烟的福气，真是不识好歹！卧槽，真是小刀拉屁股，给我开了眼了！这是什么品种的畜生？袁？哪个袁？别跟我说和我同姓，还想要地契，门都没有！老娘都大老远追到这来了，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公主，要属下进去做掉他们吗？就等你这句话呢，快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去打他们！你们挺能造啊！哎，等等，里面的人有点面熟啊！直接好家伙了，刚刚还虐狗呢，这会就开始虐人了，人渣还真是千篇一律的相似呢。谁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袁明义见没人说话，转头看向正在温声安抚家人的掌柜的。王掌柜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袁世子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带袁娇娇去宝月阁购买首饰，看上了我的小女儿，便想着呢回去做通房，连个贵妾都不愿给，更何况小女子还没到12岁呢。我不同意，所以就发生了现在的一幕。好，狗蛋，你能不能用什么法术啥的，快降一道雷劈死他丫的！袁明义越听眉头皱得越紧，看来父皇说的对，齐王的狐狸尾巴已经藏不住了，还好这次被发现是因为画带他们赶来及时，全部送去衙门。袁清化迫不及待地搓搓手，还别说这次救人还挺容易的。他迈着小腿走到王掌柜面前，不要脸地指指自己，一脸的得意。是我救你！王掌柜茫然抬起头看向站在袁清化身后笑得温柔的袁明义。妹妹今日得知宝月阁上新，闹着要去宝月阁，谁知掌柜的竟早就关了店门，问了周边街坊邻居，得知王掌柜来了这个方向，随后便跟了过来，竟意外撞见王掌柜遇困。我让哥哥救。谢2位贵人出手相救。嚯，您太客气了，不必太感谢我，我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真的不用把宝月阁送给我，我真的不要，那多不好意思撒。视线一转，余光看到王掌柜一家缩在角落里，王夫人身上的衣裙瞧着就是上等布料，只是如今脏兮兮的，看不出原本的样子。我懂，美女都喜欢以自己最美的样子示人，我理解。但这下咋整捏？又没有提前准备衣服。宿主，系统里有衣服。你还真是敬业，挺会见缝插针呢。袁清化嘴上这么说着，却还是在商城面板里选了一件云锦制成的宽大披风。你悄咪咪地把披风放到马车里。好嘞，您瞧好吧。袁清化转头跑向袁明义。怎么画儿？衣服，马车里有衣服。狗蛋应该放好了，衣服就在马车里，至于放在哪里我不清楚，快给美女姐姐穿上吧，我感觉她都要碎了。袁明义当即派人到马车里把衣服找出来，并让人安排一辆马车来接王掌柜一家。
哇，这是谁家的贴心大宝贝？嘿嘿嘿，当然是我家的。很快便到了宝月阁之外。不知王掌柜可方便，我们进去喝杯茶？那是自然，您里边请。好多，上次看见这么多的首饰，还是在上次。王掌柜经营这个铺子已然挺久了吧？已经20多年了，这还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铺子，可惜如今已经被人盯上了。你胡说，我不是，我没有。哼！草民瞧着2位贵人衣着不凡，必然是大人家的子女，救命之恩，草民无以为报。只有这一个铺子，还请贵人收下。哦吼，你还真的舍得呀？不过也对，袁灵石是皇家的人，官员都要低一等，更何况最末的商呢？这是您一生的心血，我们怎能夺人所爱？不瞒贵人，草民打算将铺子盘出去，带着一家妻购买成锅儿回老家生活。王掌柜不知打算将铺子定多少金额呢？还没定，若是恩人想要的话，便直接送给您了。这铺子我可以盘下来，不过恐怕还需王掌柜留下经营。贵人你也看到了，今日之事实在是无妄之灾，我们一家如今被盯上，留在京城后患无穷啊。如若姑能保证护你们一家周全呢？哦吼，亮明牌了，那我可就不用装了。难道这人是当今的太子殿下？那他怀里的岂不就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小公主？草民有眼无珠，不知阁下是太子殿下、公主殿下，还望殿下恕罪。掌柜何错之有？是姑没有亮明身份。谢太子殿下好意，草民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如今只剩下这个铺子，如果太子殿下不嫌弃，尽管拿去。不过草民实在是不能留在京城，还望太子殿下、公主殿下海涵。王掌柜话音刚落，袁清化唰的从怀里掏出来2块玉佩。哼，不怕，袁世子跟袁太子咋比？武功比不过，谋略还不如他妹妹，身份就更不用说了，怕啥？实不相瞒，这个铺子姑是打算盘下来送给公主做周岁礼物的。前不久她刚满2周岁生日，至于今日之事，掌柜不必过于忧心，姑会如实禀报给父皇，姑定会保护掌柜一家无虞，还请掌柜的考虑一下。王掌柜仔细思索一番，他忧郁地转头看向自家夫人。王夫人目光坚定，冲他点头。这个铺子就当草民回报救命之恩，如若不是殿下心善出手相救，恐怕我们一家早已命丧刀下。草民决定留下，任凭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差遣。袁清化见事成了，兴奋地挥舞着小手，直接笑出声。现天色已晚，协议可能要明日才能办妥。无妨，明日便是。姑明日会派人来协助王掌柜。这个送给公主殿下，是我们宝月阁的心意，还望公主殿下不要嫌弃。袁清化愣愣地看着手里的小金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行，我虽然爱财，但我不是小人。今天本身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店才来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店，我很可能不救你们。现在店你们送我了，这个东西我真不能要，这一看就不是店里的东西。今日民妇的命和小儿的命全靠太子殿下和公主殿下相救，还请殿下收下。那就只能谢谢你了哦。袁明一抱着袁清化回到凤栖宫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刚走入正殿，步子猛地一顿，抬头就对上了齐明帝犀利的眼神和尹明师责怪的目光。哦吼，我怎么感觉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呢？一定是哥哥打开房门的方式不对，快退出去，重进。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爹爹，娘亲。还知道回来？救狗狗，救人人。齐明帝听着，眉头微微蹙起，合着今天出门又去救人了？救的什么人？作为一国储君，不能不信守承诺，下不为例。是儿臣之错。要怪就怪袁灵石那小禽兽，他简直不是人，每天在作死的边缘疯狂摩擦。这种猪队友，袁娇娇知道的话，估计要哭晕在边城了。我们救了好多只雪橇三傻。啊对，这是未来的摇钱树，不能被侮辱。救了好多只清澈单纯的雪橇犬，然后还有宝月阁的掌柜的一家，他夫人儿子都被救回来了，宝月阁也守住了呢，还把店送给我了呢。齐明帝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抬眸看着袁明义。今日你们出宫所谓何事？袁明义闻言，立马将今日所有的遭遇事无巨细地讲给齐明帝。袁清化就在旁边煽风点火。金锁锁，画儿很喜欢。袁清化猛点头，可不嘛，你瞧瞧这成色，这做工，这金灿灿的小东西老喜见人了呢。的确是上品，
花儿有没有对王夫人道谢？有，当然有。今日由于实在是坐车时间太长，尹明师早早的给他喂了一碗小米粥和2个小包子，就让人带他下去梳洗就寝了。等等，主角团里最需要的是什么？医生朋友啊，我还没有医生朋友呢。袁清化望着于林殷勤的背影，露出一抹奸商的微笑。林姐姐，公主还没有睡，如今时辰已经不早了，您该就寝了。一起睡。公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哎嘿嘿，小姐姐你别怕，我是好人，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来呀，过来呀，快到我怀里来。宿主，你好像那被判我妻徒刑的大变态。姐姐陪我。公主睡不着吗？姐姐想做医师吗？奴婢不想，奴想在公主身边一直伺候。袁清化缓慢摇头，认真盯着于林的眼睛。你想吗？公主殿下，奴婢以前外祖家是郎中，后来在外地开了一家医馆，奴婢从小是在外祖家长大的。公主问奴婢想不想，奴婢想，可不愿离开公主也是真的。奴婢已经不是官家小姐，无心想其他东西，如今的于灵只是公主的于灵，还望公主成全。袁清化被他这一番话打动，坐在床上心里想着可乐可能拿不了了，不然整点啤酒串子，他俩抱着哭一场吧。你若想，那就学。袁清化踱步走过去，把药方仿佛献宝贝一样往于灵面前送。药方很多。公主殿下，这不好吧？想的话就学，学字学医，还有我给你书。谢公主殿下赏赐，奴婢感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咋就给忽悠成了？于林咋就这么简单同意了？第二天一早，袁清化是被一个大毛乎乎的东西给蹭醒的。啊！我的妈耶，好大一只猫！这里为什么会有猫？于林听到动静，进到屋里来，他从来没见过豹子，吓得差点昏厥。救命啊！快来人救救公主殿下！经过于林这么一喊，袁清化才想起过年时瑞皇叔送给他的小豹子。好软，好可爱呀！不就是比猫猫大了点吗？它们咋那么害怕？刚刚应该就属你叫的声音最大吧？玉兰闻声赶来，同样吓得脸都白了，想要冲上前将袁清化就离抱找。我的玉兰姐姐，你别冲动啊，激怒了她，再伤到小公主就不好了，多危险！你们都在这干什么？花儿怎么了？这时瑞王也走到门口，看着屋内的场景，轻笑一声。今日驯兽师已经将豹子训练好送来，本王此次前来便带了过来，公主喜欢就好。没有危险吗？驯兽师每日训练豹子都是使用公主贴身衣物或者物品带有公主气味的东西来训练。近日带她过来，原本是先安置在后面小花园的，可能她闻到公主的气味，自己寻了过来。是本王看管不力，惊扰皇嫂了，还望皇嫂莫怪罪。无妨。袁清化撸猫撸的专注，突然被吓了一跳，薅下来黑豹头顶一撮毛。你啊，如今怎么还欺负起小动物了？我不喜故意的。近日还有事呢，得赶紧准备一下，快些用膳了。啥事？我这每天吃吃喝喝，御书房打卡上下班，还能有啥事？小花儿要不要和皇叔一起出宫啊？要，切克闹，出宫套餐来一套。等袁清化用晚膳后，被瑞王抱着往宫外走。皇叔，这是要带妹妹去哪？都知道了，就别问了，跟上来吧。什么冬梅，马什么梅，马东什么？新型哑谜吗？干啥呢？突然给我踢出群聊了。宿主，我太恭喜你啦，拥有忠诚兽一只。什么忠诚兽，还鸭嘴兽呢？狗蛋被袁清化对得愣了一秒，随后手忙脚乱地把系统信誉表调出来。信誉分60，今天是第2次见面就60，这么高的吗？由于动物比较单纯，没有人心那么复杂，它从小受到的训练，包括身边围绕着的味道，基本都是宿主，因此它将您当作主人。所以是这小豹子从小生活的地方都有我的东西，它认识我的味道，因此把我当成了家人。马车行驶在官道上，四周路边满是花花草草。皇叔，此次出宫可否告知是为了何事？小花儿也想知道吗？想，偏不告诉你，一会你就知道了。很快，马车摇摇晃晃地停下来了。袁清化抬头就看见宝月阁3个大字。客官您里边请进内阁小坐片刻。一行人跟着小二到了内阁。花儿，觉得皇叔好看吗？好看。我们花儿真会说话，那今日皇叔得给花儿都办妥才是。很快，王掌柜的将契约都准备好，瑞王吩咐人跑前跑后的派人去传话。原本需要1天的时间，结果瑞王这么一小会就给办好了。
事情办妥了，我们走吧。花儿要去看看你的宝贝狗狗们吗？哦吼，狗子有着落了，安置在哪里了？马车没有走很久，很快就停下来。别着急，皇叔带你下去参观。瑞王抱着元清画下了马车，丝毫没有等袁明义的意思。哥哥，磨磨唧唧像什么样？还要你妹妹等你吗？袁明义第一次被气的想刀一个人。瑞王撇撇嘴，抱着他走进安置狗子的地方。我的乖乖，暗道这竟然是真的存在的，原文中怎么一点记载都没有？七扭八歪的出了密道，入眼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院子。狗蛋，不过来看狗子吗？狗蛋点点头，飘到每只狗子面前停顿一下。狗子们能看见你？不能吧，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应该没有能看见我的才对吧？这时，一只二哈猛地朝前扑，张口要咬狗蛋。哎呀妈亲，宿主救我！你就不能飞高点？狗是能飞还是咋的？袁清化想着，回头下次来的时候得给他们打狂犬，不然伤到人就不好了。